我是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先驱贺建奎。美国一直在进行基因武器的研发，比如说，在美国中方支持下成立的 CRISPR 公司，就是在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创造新的物种。这样的技术也同样可以用在灭绝一个物种。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自称是中国基因编辑先驱的人，名字叫做贺建奎，大大的有名啊。贺建奎啊，最近心里有点不痛快啊。一个是上个月他刚刚宣布成立自己的公司，准备发行虚拟货币，像川普一样啊。另外一个呢，他是刚刚迎娶了加拿大籍的29岁的网红做自己的妻子，新婚燕尔刚刚1个月，他的妻子准备从洛杉矶搬到北京跟他团聚，结果入境北京的时候被中国的海关拒绝了，不让他进入中国。那贺建奎就不干了，就在网上说你们不让我的妻子到北京跟我团聚，你什么意思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不在中国干了，我准备去美国替美国工作，美国人请我年薪100万美金。然后呢，就拿出一个美国的绿卡，他说他准备到美国驻华使馆去更换他的绿卡。有5月18号这一天，他在网上说：“习近平，你把我的护照还给我。”我估计他可能是准备换这个绿卡嘛，但他发现他的护照被中国政府一直扣押不还给他。那他换绿卡是需要用护照的嘛？没有护照他就换不了绿卡嘛？他于是在网上直接喊话习近平。你想想，在中国一般人谁敢直接喊话习近平啊？喊习近平的时候，我们都只能说习近平您辛苦了。你要是喊习近平，你把工资还给我；习近平，你把被诈骗的钱还给我；习近平，你把护照还给我。等待你的是什么下场？肯定有关部门得找你呀。习近平又没拿你的护照，对吧？而且习近平能管得了那么多事情吗？你直接喊话习近平什么意思啊？所以他这个帖子一出来之后，很多国外的媒体就开始关注，就说科学狂人贺建奎直接喊话习近平维权，引起了国际媒体一波不大不小的关注啊。要说我们对贺建奎还是蛮感兴趣的，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我们一直在联系他，想要跟他做个专访。他呢一开始也同意了，结果是5月18号他喊话习近平之后他不同意了，他说最近时机不太合适，过段时间再说吧。我估计有关部门找他了。你小子，你是不是监狱没蹲够判了你3年，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要还想进去，你跟我们讲。我估计他害怕了，所以你看5月18号之后，他妻子也没去中国没进去他的绿卡也没换成但是你看他推特发的那些信息情绪都平复了。有关部门找他谈话的效果还是挺强的我们还是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采访到贺建奎不过今天在没有采访他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讲一讲贺建奎这个科学狂人的故事To remind everyone here that we want to give Dr. He a chance to explain what he's done in terms of the science in particular, but also other aspects of what he's done. 2018年11月28号，在香港大学李兆基的演讲厅正在举办第2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国际峰会。这次国际峰会邀请了贺建奎来参加。要说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等待贺建奎参加这次会议，无论是与会的科学家，也包括现场的媒体。为什么呢？因为贺建奎他在几天之前，他突然发布了一个炸裂性的消息。Two beautiful little Chinese girls named Lulu and Lala came crying into the world as healthy as any other babies a few weeks ago. 他说他做了一组人类的基因组编辑的实验，并且顺利诞生了2个婴儿，一对双胞胎，一个叫露露，一个叫娜娜。另外还有一个婴儿也在怀孕中，还准备出生，还没出生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那国内的媒体马上就开始报道了。11月26号这一天，人民网就发了一个消息，说中国科学家在人类基因组编辑这个领域获得重大突破。言下之意，贺建奎了不起又是为国增光了。结果这个消息传到科学界之后，科学界都被吓傻了，爆炸性的。无论是中国的科学家，也包括国外的科学家，对贺建奎的这行为几乎是一致谴责。有人就说贺建奎疯了，他真的是个科学狂人，他打开了人类科学史上的潘多拉的盒子。有些人呢说话没这么严厉但也说，就是贺建奎的这个行为
太快了，太鲁莽了。那你想想，因为他做了这么一个炸裂性的这个人体实验，那么11月28号这一天，他又参加第2届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国际峰会，所以与会的科学家都在等待贺建奎来分享他的实验过程，讲述他的实验数据。所以贺建奎那天啊，到了李兆基演讲厅的时候啊，他进入这个演讲厅，他没有从正门进去，他从后门进去的。进去的通道过程中都有警察、保安一路护送啊。贺建奎进入到会场之后啊，略微有点紧张。First, I must apologize that these results leaked unexpectedly, taken away from the community of the full data being presented immediately in a scientific venue, and plan to monitor the twins' health for the next 18 years, with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consent as adults for continued monitoring and support. 但是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还是显得很骄傲啊，他觉得他为国增光了。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有他自己的孩子啊，他愿意第一个让他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样的实验。My baby may have the same situation I would try it first. I against using the genome editing for the enhancement. What I said, those people, they need help. We should, for millions of families with this disease, inherited disease, or be exposed to infectious disease, we should show compassion to them. And if we have this technology, we can make it available earlier. That would be help much more people. 也就是在这前后脚，中国的媒体就开始调查贺建奎这个实验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怎么做的啊？话说贺建奎这个人呢，是2012年他在美国留学结束之后呢，就加入到深圳的一个孔雀计划。这孔雀计划，孔雀东南飞嘛，有点类似于千人计划。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类似这种吸引国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到这来回国就业的这种计划啊。他就回到了深圳，在南方科技大学当副教授。他对这个人体基因编辑啊这个技术他非常感兴趣。I feel a strong responsibility that is not just to make it first, but also make it as example how to perform like this, consider morality of the society, and consider its impact to the public. 他做的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人类有一种病叫艾滋病。就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艾滋病都被当作是绝症，没有办法来治。这些年当然有一些药物了是可以治了，已经慢病化了啊。艾滋病一共有3种传染方式，一种是血液，一种是母婴，一种性传播。科学家啊在研究艾滋病的时候就发现，在整个人类的人群中间，有一部分人他是不得艾滋病的。就这些人虽然接触艾滋病毒，但他不会被感染。这些人群呢，占整个人群的比例啊，大概只有0.1%到1%之间，主要集中在北欧的白种人这个人群中间啊。他们是因为 CCR 这个基因中间少了32个碱基对。艾滋病病毒啊，它要想进入到人的体内，它必须要借助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呢，正好就位于这个 CCR 上的这32个碱基对上。由于这个人群对这32个碱基对它缺失，所以导致了艾滋病病毒虽然跟这些人群接触，但是却没有办法进入人的这个细胞，进而感染艾滋病这个过程。贺建奎就这么想了啊，既然如此，那我要是把这个碱基对给敲掉了32个，那是不是人类就从此以后不会得艾滋病了呢？这个想法啊。那你说这基因中间想敲掉就能随便敲掉吗？这个呢，最近这些年啊，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啊，也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确实是与日俱增啊。有2项技术啊，我觉得啊，为贺建奎这个技术呢，提供了一个前提。第一就是人类基因组测序啊，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啊，到现在已经完成了100%啊。这当年是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群策群力，共同协助完成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因编辑技术。大家都知道，基因里头有很多无数个碱基对啊，这碱基对控制人类的性状。那么这个现在就有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剪刀技术，可以把这个碱基对剪掉。
这是2个科学家共同发明的，他们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奖，非常了不起啊。那么由于这2项技术的发展，贺建奎呢就想，那既然有剪辑这个碱基对的技术，另外一个呢，我们又知道了这32个碱基对呢，它跟艾滋病毒之间有关系，那我把它敲掉之后，人类不就可以预防艾滋病了吗？就不得艾滋病了吗？于是他就开始做实验。他做什么实验呢？他是找了8对这样的一个夫妻，这8对夫妻啊，都是男性是艾滋病呈阳性，女性妻子没有艾滋病啊，是阴性。但是你男性你的艾滋病，你如果受精的时候，这受精卵完全有可能母婴传播。于是呢，他就准备把这个受精卵这个过程中间的32个碱基对敲掉。他说，我既然把它敲掉了，他就不能得艾滋病了，就算污染了。当然，其实这个孩子也不得艾滋病了嘛，他是这么想的啊。于是呢，招募了8对夫妻，在这个过程中间签署了知情同意啊什么之类的，他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啊。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顺利的生下了1对双胞胎，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怀孕中还没有生，当时啊。那么贺建奎的这个实验呢，听起来好像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引起科学界的如此之大的争议呢？这个呢，咱们等一会儿再来分析啊。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下，就是贺建奎不是第一个在人类基因编辑组实验方面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国科学家。就中山大学有一个教授叫黄君旧，他在2015年啊做了一个课题，什么课题呢？就是地中海贫血症啊，他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进行治疗。这个实验呢，它是在人类的胚胎中间啊，准备敲掉关于地中海贫血症的这么一个基因组。就是也有一些基因研究，我们人类啊有很多罕见病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比如血友病，比如说这个地中海贫血症，都是由基因缺陷导致的。他就说，我把这个基因进行编辑，编辑对了，那地中海贫血症不就治好了吗？也不需要药物治疗了啊。所以他就找了84个这个胚胎做这样的实验。他这个实验做完之后啊，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都给他拒稿了。为什么拒稿？就是认为他做的太激进了，直接拿人类的胚胎做这个实验。他的实验数据公布之后，在整个生物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都在想，说现在这个技术啊，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可以对人类的胚胎进行编辑。所以我们当务之急要讨论一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在2015年，在美国的华盛顿就召开了第1届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国际峰会。在这次峰会过程中，大家就共同讨论了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科学界啊，第一个原则就是现在的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不能用于生殖目的。言下之意，你可以在体细胞里头用，体细胞不涉及到生殖细胞，只涉及到你这一个人，你不会进行基因扩散，也不会进行遗传。第二，在生殖人类胚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只能用在14天之前的胚胎，过了14天就必须终止它的发展。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全世界科学家都必须认真遵守。但是你想想，这2015年第1届峰会讨论出来的标准，到了2019年第2届在香港搞的时候，贺建奎就把这样的标准全都给突破了。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基因编辑，就不但在胚胎里做，他是直接进行试管婴儿，然后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他这8对里头怎么搞的？他是把这个男性的这个精液拿出来之后，先进行洗精，就把精液洗掉，把精子拿出来，然后跟这个受精卵进行结合，结合完之后呢，他就把受精卵中间的这个32个碱基对，他通过 Cas9 这个技术把它敲掉，然后就放到子宫里生出了这个露露和娜娜。All right, Wen Shenwei from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I have a technical question regarding the off-target assessment. You mentioned you did this single-cell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s far as I know, there's no reliable or mature technology to conduct the so-called single-cell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So this is the technical question. Second is, there's a consensus to not allowed to conduct genome editing on germline cells. This is consensus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Chinese community. I assume you are very well aware of this. This is a red line. Why you choose to cross this line? Hypothetically, if you don't know, why you perform all those clinical study
in secret. So can you explain? Okay, so first about the off-target by sequencing. So, 所以你想想，全世界的科学家一下子都懵了，都被吓住了。中国的科学家胆子实在是太大了，这可不是疯了吗？那么为什么科学家对贺建奎的这个行为都认为他近乎于疯狂呢？这里有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啊，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成熟，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脱靶。你比如说黄军他们当时那个课题组啊，一共是做了84个胚胎，做了54个检测，检测的过程中，最后成功进行基因编辑的只有4个，其他那些都有不同程度的脱靶。然后贺建奎呢？贺建奎不是在11月28号的一天，在香港这个公布了他的实验数据吗？他的实验数据一公布出来，实验过程一公布出来，同行都看傻了。怎么看傻了？就是说他的整个这2个已经被编辑出生的孩子全部出现了问题，全部出现了脱靶。比如说那个娜娜，这娜娜呢，这32个碱基对，他是准备敲掉32个吗？实际上只敲掉了14个，然后还出现了一个不明的体位，并没有达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也就是说，娜娜实际上白敲掉了14个碱基对，还没有实现预防艾滋病的目的嘛？这第一。露露就更可怕了，露露在 CC25 这个碱基对上，它是敲掉了之后，但是它插入到了一段基因，插入的这段基因呢，它结合它前面敲掉的，它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蛋白。这个新的蛋白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后果未知。虽然它可以阻止艾滋病的感染啊，但是这个风险可太大了。因为现在啊，我们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还非常初级。我们虽然知道有些碱基对可以防止艾滋病的出生、感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32个碱基对被敲掉之后，它有可能带来其他的什么问题吗？其实研究并不深入，不清楚。因为人类的这个基因里头特别复杂，就算是我们知道这32个碱基对跟艾滋病之间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但是它也是关联性的，并不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一对应的因果性的关系。你万一你敲掉之后，你会产生有癌症呢？你预防了艾滋病，结果产生癌症，你怎么办呢？不知道啊。所以你这个就带来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直接用于生殖目的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对它的理由啊。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你贺建奎所做的这个研究本身，收益和风险本身是不匹配的。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在艾滋病的母婴传播的阻断方面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了，用药物可以实现99%的阻断，已经有成熟的技术了，你还要敲掉人的基因，你敲掉人的碱基对，你敲掉这个碱基对之后啊，后果是什么？你还不清楚，不知道。那你想想，风险和收益是完全不对称的呀。假如说这个人得了绝症，这个绝症也没有什么药来治了，这个时候你采取一些激进的治疗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你根本有成熟的方法你不用，你让一个孩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变成一个小白鼠，你最后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呢？测试的结果就是想看到你这个基因编辑在人类历史上有可能导致什么性状。这对这2个孩子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对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来说也是极大风险的。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舆论就开始反转了。很快警方就把贺建奎给控制起来了，把他关到了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招待所里头啊。这个招待所的那个阳台上罩上铁丝网。这贺建奎被关起来之后呢，就在铁丝网上每天散步。但是把他关起来之后啊，大家发现啊，他这个行为啊好像不太好处罚。为什么不太好处罚呢？你说他犯了什么法吗？因为那些规定啊，什么不让这个在生殖目的上使用啊，什么胚胎只允许搞14天呢？我们国家也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没有规定法则。就是说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怎么处理这些科学家呢？连个处罚规定都没有，连处罚主体都没有。当然事后南方科技大学说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贺建奎这事情是在校外搞的，不是我们在校内搞的啊。然后呢，贺建奎呢，他是在深圳有一家什么和美母婴医院搞的。这和美母婴医院也说了啊，
他说这个事情啊跟我们也没关，他这个伦理啊是在我们这过的，但是孩子不是在我们这出生的，实验也不是在我们这做的，都跟他摘干净了啊，就剩贺建奎了。但是怎么处罚他呢？你说他是非法行医吧，他好像他又不是做一个医学实验啊，他就是一个科研。所以啊，先把他关起来了之后，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处罚贺建奎。这种行为一旦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确实不得了，但好像又没什么办法可以处罚。但这个难不到中国啊，只要是觉得你这个不合适，肯定可能给你安一个名义要处罚你嘛。所以贺建奎关起来之后，最后在2019年，他被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300万。贺建奎不是医生，说他不是医生，在进行医疗行为，其实这个是有些争议的啊。最后因为查来查去，好像他那个伦理过程中间，好像也没伪造，都是合法合规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伦理审查基本上就是形同虚设，他也不需要伪造啊。所以最后给他定了一个非法行医罪，他到2022年才算出狱。这贺建奎出狱之后啊，好像还挺高调。他说他回归到科研这个领域内啊，我也会在今后的科学研究里面坚持这个道路，就是一定要遵守香港法律法规以及遵守国际的伦理规范。实际的这个研究经历上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这个事情发生确实对我个人来说，尤其对我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影响。让我的家庭处在巨大的压力下面，无论是经济水平啊，还是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点是我感到非常内疚的。就是当时的罚金对您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是吗？花罚金啊，包括因为我之前还有在深圳有创立一个公司，也非常成功。因为这些事情之后，导致我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他说此前我做的这个研究啊，可能确实也不太妥当啊，以后我要征得科学界的同意，按照这个规范来。他说他准备研究什么呢？准备研究治疗阿兹海默症。这阿兹海默症啊，现在在医学界是个绝症啊，没有什么办法来治疗，所以他准备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来治疗。在北京大兴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我是中国科学家、基因编辑先驱贺建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办公室。我现在是在北京，那现在看的就是我的办公室。那我办公室里，这幅画是我的导师 James Watson 和我的合影。然后这里面是我的平时喜欢看的书，包括一些，这个是国家发给我的国家特聘专家的证书，以及一些纪念品等等。大家如果有空来北京的话，欢迎来找我聊聊天。他哪来的钱呢？因为现在哪个学校不敢要他呀？据说是有币圈的大佬看上他了，给他投钱。币圈嘛，有钱嘛。而且币圈这些人呢，一般来说对科学本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条框啊，也不太在意，资助他在北京建了一个这个实验室。但是我们查来查去啊，没有查到就是他这个所谓的阿兹海默症的治疗啊，在哪儿申请的？在中国境内我们都没有查到注册信息，因为你要搞这样的实验，你必须要注册单位嘛，有注册的这个实验过程嘛，都没查到。紧随其后，他2022年他又在宣布，他说我现在拿到了香港的优才计划。因最近我本人获批香港高档人才通行证计划一事，也花了较多的关注，特在此对相关问题做统一的说明。我是在2月初通过网上提交的高才通申请，1周后获批。我一直认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繁荣、包容、开放的城市，我看好香港的未来。我现在正在和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公司联系，如果有确定的合适的机会，我会考虑赴香港工作。结果很快香港就说，由于贺建奎啊，他申请香港优才计划的时候没有写明他当时被判刑入狱的经历，所以啊，虽然通过了，然后无效，
贺建奎呢空喜欢一场，也没拿到香港的护照啊。这之后呢，他就定期在推特上发他的实验室的各种信息，他各种实验室啊，然后他自己还在 YouTube 上开了一个账号，他每天都自称自己是中国基因编辑先驱贺建奎，介绍他的实验室，说他的实验室你看很好啊。然后他评价马斯克，说马斯克现在在搞一个计划，他不是在四处生孩子吗？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用了基因编辑计划。最近有一个劲爆的娱乐新闻，美国一个漂亮的女网红阿什利爆料说，她跟马斯克生了一个娃，这个娃不是普通出生的，是通过试管婴儿加上基因编辑，能够让这个娃的智力远远超过普通人。这个消息在推特上引发广泛的关注，但马斯克不愿意承认。这个话题啊，其实非常重要啊，这等会儿我们要讲啊，就是围绕着贺建奎这件事情啊，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啊。最后来我讲一讲我对这个贺建奎这个事情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来讲啊，贺建奎当时的这个实验肯定是不对的，是违反科学伦理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风险和收益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第一点，我就不重复了。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其实他当时这个露露和娜娜都脱靶了，他还把这东西移植让这孩子出生了。那现在我们不清楚啊，就是他是明知这已经脱靶了，他还移植到了子宫里头，让这个孩子出生，还是说他自己并不清楚脱靶了？因为贺建奎在11月28号那个峰会上，他在讲，他介绍了他这个标底技术嘛，介绍了他那个检测方法嘛。他检测的方法是怎么检测的呢？就是胚胎里拿出一个细胞，用这一个细胞分裂的过程中，然后再通过标定来看这个里头的基因是不是被敲掉了。国外的很多同行，也包括中国的很多引进这个行业的顶尖科学家都说这个方法不靠谱。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单细胞进行分裂的过程中，它会容易导致分裂错误，你没办法代表这个胚胎中间整体的基因当时的状况。现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找到检测整个胚胎的这个基因被这个编辑的整体性状况的这个技术，所以贺建奎当时的技术本身是非常不成熟的，也不准确。另外，它的标的的方法，也包括检测完成之后标的的方法，其实都不准确。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有意，就是知道脱靶了，还进行移植，还是说他无意知道这个脱靶之后呢，然后就移植的啊。但不管怎么讲，他其实这个从实验本身的技术角度来讲，他也非常的不成功，也非常的不负责任。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其实贺建奎在那个刚才里头讲到马斯克那个事情啊，其实更值得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是，基因编辑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准确。像剪掉碱基对儿，其实这个手术的方法，这个编辑的方法肯定会越来越精确，脱靶率也会越来越低。那么随着这个发展啊，我相信啊，就是人类未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罕见病，这个其实未来可期。要不了几十年，我相信人类现在的很多罕见病啊都会被治愈啊。那么这是治疗方面。那么人类的基因编辑方面实际上有3个方面的功能，第一是治疗，第二是预防，第三呢就是增强。治疗这方面呢，其实争议非常小，预防这面争议就比较大了，就是类似于贺建奎所做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预防艾滋病的发生。那么更具争议的其实就是所谓增强型的这个方面的这基因编辑技术。说贺建奎不是讲了吗？马斯克跟他的女朋友生出来了一个基因编辑的这孩子，他那个孩子基因编辑是做什么？一定是做增强性的基因编辑。所谓增强性的基因编辑指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类之间在出生的时候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高，有的人矮，有的人胖，有的人瘦，有的人长得漂亮，有的人长得不是那么漂亮，有的人记忆力超长，有的人呢就是特别聪明，有的人跑得特别快，有的人跳得特别高，这都是我们人类啊这个性状之间的差别。这个性状的差别啊，有后天你成长环境带来的影响，比如说你锻炼训练，但是也有先天基因的差别。你比如说黑人短跑就跑得快嘛，100米短跑的时候全是黑人，没有白人，白人跑不过，
亚洲更跑不过。在游泳的时候呢，白人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你看黑人在游泳就不行，所以这实际上都是由基因控制的。那么基因编辑啊，如果最终破译了这个密码，它就可以采用各种增强性的编辑技术来对我们的后代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设计。比如说，你把你的孩子设计的记忆力超强，然后呢，你可以让他变得更聪明，或者你可以让他跑得比马还快。那你将来100米比赛的时候，你想想，那是意味着什么？它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伦理困境。这个伦理困境啊，就是人生而平等。人为什么生而平等？人生而平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是上帝在投骰子。因为上帝投骰子的时候，你虽然贵为马云，但你生的孩子不一定聪明；你虽然贵为比尔盖茨，你的孩子也有可能在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不出众。这上帝投骰子的过程中是一种暗盒游戏，但它相对公平。但是假如说这个投骰子的游戏被破译了，这个所谓的我们可以控制下一代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性状，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有钱人，那些掌握这些核心技术的人，他就会把自己的后代设计成一种所谓的超人。这个超人可能拥有超长的智商，可能智商都比柯文哲高很多啊。柯文哲不是160吗？那将来可能这个智商是250，超越所有的人，跟 AI 一样聪明。然后呢，他还特别健康，甚至有可能他还特别勇敢。然后呢，他同时呢，他跑得还特别快，然后呢，游泳又特别快，各个方面你其他人跟他比起来都望尘莫及。那你说人类本身还平等吗？就不平等了。那这种巨大的差异就会在人类本身社会过程中间构成一种鸿沟。这种鸿沟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啊，会构成一个极大的挑战。当然了啊，现在的科学界普遍的共识是禁止增强型的这种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和发展。不过啊，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有点悲观情绪啊，就是随着这项技术本身的发展，虽然现在是禁止性的，但是未来恐怕一定会普及。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变得漂亮啊？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变得聪明啊？这项技术有巨大的市场，所以啊，就是尽管现在我们没有想好应对之策，但是啊，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不知道那个未来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这个未来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这恐怕是贺建奎这个科学狂人啊，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启示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Two beautiful little Chinese girls named Lulu and Lala came crying into the world as healthy as any other babies a few weeks ago. 事实上，这些家庭呢，尤其是第一对露露拉拉父母，他们非常开心，非常满意，包括不仅他父母以及他的爷爷奶奶都这个非常满意，所以当时觉得我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至于后面社会舆论怎么发展，这个就在我的意料之外了。你看，过去10多年，我们做了可能有上万只小鼠，全世界啊，几千只猴子啊，没有听说哪只小鼠、猴子有相关的脱靶导致的癌症啊，动物实验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对脱靶是严重的高估了它的风险。美国一个漂亮的女网红阿什爆料说，她跟马斯克生了一个娃，这个娃不是普通出生的，是通过试管婴儿加上基因编辑，能够让这个娃的智力远远超过普通人。这个消息在推特上引发广泛的关注，但马斯克不愿意承认。